的占星和塔罗，究竟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帮助，什么样的意义？一会儿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和我们的胡桃老师再多聊一些。然后，开始之前的话，我想，就是采访一下咱们的这个 Neil，对于胡桃老师刚才说的这些占星啊、塔罗呀，有没有一些想补充的想法？我觉得胡桃老师讲的挺专业的，他是我印象中的那种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会说的那些话。就是我的话对这个只是有一个概念性的了解，然后有一些自己的定性分析与判断，然后呢，对于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我觉得胡桃老师讲的比较好，我们可以再听一听胡桃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好的，因为我也是在学，所以算不上是老师，就是大家交流一下就好了。你们把他都给叫老了，我们人家都是小妹妹，好不好？好，那我们叫胡桃妹妹，可以，也行。胡桃小姐姐。对，行，那我们就继续就那个胡桃给大家主讲一下，就是你在从业这么多年吧，包括你一直学习，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一些具体的事例啊、案例，然后怎么样的去辅助帮助到其他人去了解他自身的一些命理啊，一些这种很实际的一些东西。我其实接触它时间也不是很长，因为我本身就是做的情感这个行业，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会把就是比如说占星啊，或者是塔罗牌作为辅助我去帮助学员的一个工具。对，如果说我遇到一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情感咨询的话，你的分析和判断都只能是基于学员本身。可能就包括他跟你陈述的内容呀，你跟他接触下来，你认为他身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啊，你模拟的他的一些思维动态呀，可能是这样那样的一些信息。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时候，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剖析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因为可能学员他自己也说不出个1、2、3。就举个例子吧，今天我还给一个学员打了电话，他是昨天跟那个学员是男生哈，然后跟那个女生出来吃了个饭，然后那个女生跟他提了分手，然后分手的理由是觉得他们三观不合，然后我当时手通给他分析的是，他被这个女生诓着走了。这个女生明显是属于那种有点小作的那种年轻小女孩，就是她的思维方式就是我想要一个合适的人，我的男朋友就应该我不说你都知道我在生气，我不说你都知道我要什么，她就这种非常小女生的这种思维方式。然后这个男生他的思维被他带走了。他就觉得说，那女生是这样要求的，我就应该这么去做，这么久了，他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怎么可能做得到100%的知道这个女生心里在想什么呢？后来这段时间不就东窗事发了吗？对吧？然后他在跟我女生，她希望这个男生没有很多的自我，就是一切都围着他转，这种感觉。是的，而且这个男生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没有察觉到这个方式是不对的。他甚至没有觉察到这个事情，这是个核心。对，所以当时我给他把这个问题点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反应是很抗拒的。我看到他抗拒了，其实我也就收了，我就跟他聊案例嘛。那他对于这个案例的陈述，他也和这个女生说的一样的，他的表述就是老师，我觉得他是这样，他是那样，他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对。然后我好像觉得我确实也是这样的，他的思维方式完全跟着这个女生跑，那我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他很抗拒我说他的核心问题，我就只能是就是顺着他的话说，但实际上他们昨天晚上见完面下来，真实的结果是什么呢？真实的结果其实不是失望型累积分手，真实的结果是突发型分手，就是因为他520和母亲节的2次举动让这个女生不满意，然后中间又穿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小事情，后来让这个女生绷不住了，这个是他们分手的一个导火索，但他其实连这个导火索都不知道，而且他不说我也分析不出来。对，
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情感咨询上面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当时确实也没有帮他算，因为我塔罗牌不在身上。但就这个案例而言的话，如果说算的话，其实是能算得出来的。就比如说，可以问塔罗牌女生内心的想法是什么，然后这段关系的一些核心问题是什么，这个其实是能看得出来的。但是你说具体的就是能帮助到别人的这些案例的话，我现在其实记得不是很清楚，主要是我不太记得牌面了。但是这种比如说核心的问题，是能剖出来的。但是塔罗牌给的指引并不是那么直接，因为有些时候塔罗牌只是一个指引。比如说出现了宝剑3，那你可能就要问这个学员这个来访者，你们之间是吵架了吗？是为什么而争吵的？然后为什么他的感受会如此的强烈？它其实是有一种倒推的一种属性在里面的。所以塔罗牌并不是说算出来牌面给的信息是什么，你就直接能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首先占星和塔罗它不是说直接能去解决问题的，它更多是像是我理解的是，比如说医院里面的检验科，它去帮你去查到问题的一个大概的核心问题啊，或者说背后的一些诉求是什么。然后呢，通过这种辅助方式，我们更了解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之后，可能去尝试着找到一些新的解题思路，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实际上可能触及到核心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咨询者他可能是抗拒的，因为可能对他来说这个是他无法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又回归到就是我们最开始聊的那个就是话题，就是学校学的跟社会上用的就是两个问题，两种事儿。对，是的。对，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也要很照顾就是来访者的感受和接受程度。然后对于这两个工具来说，只能说对于你这种就是咨询师或者说老师，要去灵活的去使用它，或者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都是可以的。对，因为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因为塔罗跟占星它都会有一定业力存在，就是一般的话我们会单独收费的，就是这个不会包含在它本来的套餐里面。因为对于我而言，我拿的工资是死的，就是他作为我的来访者，如果说他要让我帮他算这个的话，那我肯定要承受他的因果，所以这个一般来说是要另外下钱的。也就是说我们去算这个东西是有对我们自己这个占卜师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副作用的。对，也可以这么说。但一般我们去跟学员说的话，不会说我们会有副作用，我们会说那你的好运我就拿走了哟。明白，一个比较善意的一个说法，这是。是的。我觉得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说保护这个心理咨询师或者情感咨询师，因为怎么说呢，你就那个心理就像医生一样嘛，首先得保护自己的安全嘛。对，因为如果是说在没有边界感的情况下听他没完没了的唠叨，对，来弄我们费自己的那个精力去给他去琢磨，那也是一种内耗。但是如果说告诉他，这东西有一定的代价，那你还会愿意再来算吗？如果是愿意的话，那就去做。对。然后你前面说的那个案例，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肯定是那个男生他特别喜欢那个女生，就男生对于那个女孩子的爱就要多于女孩子对于男孩子的爱。这个东西我一直不会以爱不爱或者是喜欢的多少的角度出发去做衡量，因为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太虚无缥缈了，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人的一种欲望在作祟。你说这个男生他真的很懂爱吗？我觉得23岁的小男生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爱，他更多的是想把这个女生就是再拽回到自己身边，他喜欢和他相处的这个日子。对。爱也许哪天这个男是生遇到一个更喜欢的女生，可能他马上就会态度的一个180度大转弯，就变成另一种感觉。
对对，他不见得有爱，他有爱的多深，都是欲望，对，本能。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成熟健康的男人而讲的话，他们有一些人喜欢去学一些技巧嘛，一些套路，怎么样去追到女孩子。但是我觉得这些套路的本质，他是把那个注意力就是转移到了女生身上。我觉得那还不如就是我们做一个健康，做一个阳光积极的一个男人，然后我自己散发出那种雄性的魅力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话就会吸引到那种就是认可我们的女生。是的，是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关系，但是往往两性关系总是有强势方，然后总有一个弱势方，能做到说完全势均力敌的两方，这种可能确实比较少。两性关系这个东西，哎呀，其实做了这么久情感咨询，我其实都有点麻了。我真不觉得两性关系是什么就是很美好的事情。你就是接触多了，你就会发现。我挺喜欢你这个论点的啊，是吧？所以我们不是要成佛吗？对，那你是具体比如说展开说说，就是怎么麻木的呢？见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比较多？也不是见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吧，就我现在对于就是这个案例到底正不正常，我是没有感觉的。我的这个观念里面，只有这个学员好不好搞。对，就是然后你见到的问题特别多，你就觉得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是这种感觉吗？对，因为说实话，情感导师解决不了问题。能够就是在我们这里得到成长的是他自身想要成长的人。如果说一个人过来是想解决问题，但是不会成长的话，那我们一定帮他解决不了问题。对。你见多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两个人相处无非就是欲望的博弈，没有那么多滤镜，没有那么多就是美好的事情，多半都是两个人的就是情绪上面的波动，情绪上面的博弈，然后自己迷恋上的那种感觉，那种所谓心动的感觉，其实也就是情绪的波动。所以这种痛苦不一定是好的，这种开心也不一定是好的。就是说你是在暗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只是一个欲望的奴隶，这种感觉吗？至少说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很纯粹的爱情。明白，都是建立在彼此有所需求的一个基础之上，才有所谓的这种爱情啊、感情啊这种美好。但是在你看来，可能彼此的这种需求，这种刚性的需求去除掉之后，如果说还有很纯粹的爱情，很纯粹的美好，那可能还是所谓的我们传说中的那种爱情。对，就是年少时期你心里面幻想的那个爱情的样子，我觉得多少是会有一点偏颇的，而且那个幻想何尝不是一种欲望呢？对，这个我是感同年少时身受的。期幻想，而且我们年少时期幻想的那些爱情，很多都是受到像琼瑶小说里面的有一些畸形的爱、畸形的三观，对吧？包括那些投射，你说真的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像什么王子公主的那种剧本吗？这不都是那种媒体它放大了投射？真正的爱情，那种比较长久的，它其实就是过日子，也可能比较平淡的。那样子就没什么剧本好写了。就是胡桃，你接触的比较多，那你认为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这种恋爱的关系是大致是什么样子？大致是什么样子的？我说实话，我们这个行业接触的都是负面的东西，没有正面的。正面的，你要是健康的爱情，你还来找情感导师倾诉吗？还得掏钱真金白银去找情感导师吗？肯定是有问题的，畸形的爱，他才去。对，就是会比较悲观一些，这个很正常。是的。我现在见到的最正常的爱情，我姑姑和我姑丈算是比较正常的爱情。哇，你突然声音变得好大，好清晰。
是吧？因为我的耳机没有电了。好吧，幸好它没有电了。对对，给我们视频的质量提高很多。对，哎，那他们的爱情是怎么样健康？就是彼此怎么说呢？因为我姑姑和姑丈都是老师，而且都是算是认知比较高的那种老师。然后一个是门当户对，因为我爷爷奶奶虽然算不上是什么大富大贵，但是其实也算是高知家庭。然后我姑丈那边的话，家里面是农村，但是虽然说可能家境不如我姑姑这边比较富裕吧，但是家里面都是比较和睦的，然后也是一直就是很支持，就是支持致富的这一类。对，所以他们两个一个是家庭的背景是差不了太多的，还有一个是他们两个相处的感觉也是差不多的。两个人就是都是携手，为了这个家能更好，为了他们的两个孩子能更好而去互相的去奋斗，而且两个人很少会有矛盾。我姑姑姑丈都是算是比较大气的那种人，就是有什么问题会一起面对的，而且两个人就是也比较聊得来，确实都是老师，都是一样的环境，所以很多不存在说观念上的冲突。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其实两个人他的欲望都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他们的争执啊，他们的那些执着，可能就这种矛盾就不会那么的激化或者说强烈。相对来说，两个人都是有一定的弹性的这种，可能关系会比较融洽一些。是的，是的，对，这个其实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那比如说像你说的上一个小女孩，她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要求男朋友为她这样那样的，那她这种大概率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我差不多的。就是大致是什么样子啊？他跟我小时候很像，可能跟我16、17岁的时候很像，就属于那种他会把这个男朋友想象成一个父亲的形象，对，爸爸的形象。他想象中的这个男朋友不是人，他想象中这男朋友可能更偏向于神。我不说，然后我要求你知道我的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你爱我，所以我要让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有很多难以启齿的委屈，我有很多难以启齿的一些创伤，我有很多需求，我有很多情绪，我不善于表达，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能够就是能够看得透啊，这种。就是他要有一种就是你要去替我去疗伤的那种感觉嘛。对对对对，他需要把我的的不美好拿出来，而是你主动的钻进我的不美好里，去把它们全化解掉，这就是你的义务。哦，对那这个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我感觉没有人有能力能做到这一点。对，他要的是一个救赎者，而且确实，我之前对他的原生家庭的侧写就是父母肯定是对他的教养方式是有问题的，但是我手通的时候，这个男生不认这一点。后来我今天跟他聊的时候，他终于认了。他就说这个女生其实对于他妈宝的，不能说妈宝，就是对于他和他家里关系好的这个事情非常的在意。我就顺势问他，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我不觉得我和我家里面关系好是种错误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他和他家里面关系好吗？后来他终于松口了，他说好像也不是很好。就是他家里，双方都是老师，表面上没什么，但是确实很少沟通。我就跟他说，这不就是教养方式的问题吗？你是说女方的家里是吗？对，女方的家里。哦。他跟他父母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融洽，就经常吵架。但是他父母也是属于那种优绩主义嘛，就是也希望他好，也舍得为他砸钱。也舍得就是送他出国留学什么的，这个就是这个男生之前认为的，好像跟家里面也没什么，但实际上他和他的父亲肯定是缺乏沟通的，而且这个父亲在家里面肯定是一个就是隐形人一样的角色，女生是后面是缺乏力量的。明白。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因为你谈到了很多原生家庭的导致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每个个体他的情况也不一样嘛。那比如说同样一个原生家庭的这种问题，我们承认，但是可能不同的人他面对同样的这些经历，他是不是也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反应或者说创伤？对对，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如果说，就拿我爸爸和我姑姑这两个人来说吧，其实我爸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其实我姑姑就还好。但是都是一样的爸爸妈妈教出来的，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就是他们两个对于情绪的敏锐度不一样。对。然后对于这种面对事情的这种反应的方式也不一样。可能我姑姑，那我们是不是承认有的人生下来就是比较敏感的？对，会有高需求宝宝和低需求宝宝的一个区别。对，你看我观察过，就是有一种父母哈，他是小孩子，就是在可能几岁的时候嘛，不管怎么哭怎么闹，旁边他们家里人不管，这是我真的亲眼观察的，中国人老外都有。对，但是像我的话，我小时候只要一哭啊一闹啊，我妈妈肯定就马上过来哄我，或者我老爸过来哄我了。对，那你说那种就是前者，他长大之后对他性格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你的这个行为说的有点太表面了，因为就比如说一个充满爱意的一个环境，就是比如说父母的关系也很和谐，然后家里面的氛围其实也很融洽，那这个时候其实比如说父母短暂的抽离，其实并不会对孩子的就是安全感有没有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他知道虽然我哭，虽然爸爸妈妈没有来哄我，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做的不好，或者是因为他没有空，所以他不会往我不值得被爱这个方向想。但是这样的人就是回避型依恋，回避型依恋长大之后不会处理矛盾，不会处理冲突，遇到矛盾和冲突他们就躲，就像小时候面对父母的这种冷漠是一样的。我觉得我肯定不是回避型，但不是说有什么优越感啊，但是我是另一个极端，就是非常容易一定要那种必须得把话讲明白那种类型的啊，不依不饶型。焦虑啊，是吧？你有点焦虑。不，我其实觉得就是你这样的男生其实还是蛮有优势的，但前提是你不能遇到回避型的女生。如果两个焦虑型在一起，并且两个都是高认知的焦虑型，其实是可以就是相互的去取暖的，就是相互的去弥补，是可以的。如果是两个低认知的焦虑型，那就是相爱相杀。对，这个都经历过，就是真的是你死我活的这种生活。对，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真的，因为焦虑型依恋风格的人，他们的安全感的来源是对方的焦虑。对方焦虑，因为我的这个模式也是这样的，所以他焦虑，我就觉得他是在爱我，他是在表现他爱我。他焦虑了，所以我在这段关系中我是高位，我可以拿捏他。对，很可怕的，其实。对，还好，我现在成长了，我现在不像10年前的我那么可怕了。这个确实得需要成长，我之前也是这样的，但我现在感觉也还好。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其实故事不能聊。我掐掉，我可以给他，你告诉我哪一段需要掐的话都可以掐掉。也没细聊，就是真的感觉自己是有成长的，就是以前是很依赖于别人的对我的那种关注啊，或者说关心的，然后现在就是觉得其实就自己独立了一些，就是觉得我其实可以自己照顾我嘛，爱我自己嘛，然后自己玩也挺好的，然后不去过度的去依赖于别人，但肯定也是需要别人给我温暖这种的，也没有达到说完全的独立这种。但是其实你这个平衡掌握的还是蛮好的，因为很多焦虑型在就是自己磨合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回避型或者是矛盾型。就是我特别不喜欢跟人发生冲突那种感觉，就觉得很痛苦，因为我的内心就是希望大家是和谐的，即使我稍微做出一点退让也可以，但是我能退让的度极其的有限。又很强势，对，能理解，我懂你。所以太少天书里面受不了一点委屈那种。为什么要受委屈呢？对吧？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要让着你？对，所以在不一定是第一次做人哟。对，
就是我在退让的时候是很有风险的一件事儿，因为一不小心容易退炸了，就是这种感觉。你很害怕吗？其实对会有一点点就是创伤后遗症的感觉，肯定是你之前面对冲突的时候，你会遭受到一些可能你自己没有办法想象的伤害，或者没有办法处理的伤害，所以导对致于说你再次面对这些伤害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对对对，因为我的妈妈非常强势，很厉害，脾气很暴躁。然后我们家庭的孩子就是从小在这种暴风雨当中成长出来的，然后哦，就是性格都挺厉害的啊，没有那种软的啊，都是挺强的。但是实际，对内心又是非常恐惧的那种的。因为你们就是只有对外界表现出强势，你们可能才能保护你们自己。妈妈本来就强势，对对对，就你相们的反应当于是从方式应小习不应嘛？惯于对抗妈妈那种强势了。对对对，但是其实内心又是很柔软的，内心很是非常的，就是就是有点像是吃软不吃硬的。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看到别人受欺负，自己是感觉是受不了的，就是一定要去为他出头那种的。嗯，是的，我懂你，梁山好汉就是你。对对。你有没有什么点评的一些看法？谈不上点评，我就觉得大家的经历都挺有意思，然后大家的思想啊，还有就是认知啊，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提升吧。我觉得我们在这聊天的几个人里面，大家都是挺喜欢反思，挺喜欢就是让自己成长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保持这种积极成长的心态的话，就算他以前遭受过就算很严重的那种挫折的话，他也能够把这种挫折化为他成长上的一个燃料和动力吧。对，是的，对成长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凡是成长了，肯定都是痛过的。对对对。对，然后，就我前面不是就提到了我认识的有些人啊，小时候或者说，他看到他的孩子哭，然后他没有那种就是去哄他呀，把他抱起来那种意识。我说的是那种很小的，大概只有2岁，甚至说就是几个月的那种。我是见过有这样子的家长的，就是他孩子不管怎么样哭啊闹啊，还是饿了呀，他就在旁边跟他朋友聊天都不管，他觉得他哭一哭，待会儿不就好了吗？好，然后这样子的小孩长大了之后，他对于别人就是的那个焦虑，可能也会敏感度会比较低。就是如果是说，假设他的一个朋友被伤到了或者怎么样的，他也会像他父母之前对他冷漠一样，而对就是他周围的共情能力能差一点的，就是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会第二的话呢有2个极端啊，对你说。就是要么就是共情能力超强，要不就是很冷漠。对，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性格内向的，如果是说性格稍微内向的人呢，他平常时可能一天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自己家里人打电话联系，但是像我们这种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跟我爸妈的话，可能就是10天联系一次吧，一次语音10天联系一次，剩下的时间都去交朋友去了。对，然后所以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那个特点。我觉得完全回避那种的我是接受不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可怕，就是就太冷漠了啊，我觉得那个有点接受不了。就对于我来说是，但是我觉得焦虑的人其实很容易被回避吸引。因为会有一些高功能的回避，你跟他在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你是完全看不出来他回避的。但是他又很会通过回避，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哈，但是他会就是通过这种时不时的回避去搞你的心态。一旦你的情绪被他调动起来了之后，你其实会迷恋上这种痛感。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完全免疫这种人。就是对，只要就是回避我应该这样几次，我绝对就是 goodbye，就是这种。对，这个就是高功能的焦虑型啊。是吗？算是高阶版的吗？
就是你能识别，而且并且你能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就是高阶版了。哦，太好了，我是高阶的。恭喜你。要不然我觉得太痛苦了，就是我会把我的主动权放到别人那儿，这个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就是你对方再厉害，在我这儿，如果你让我痛苦，我都是选择再见的啊。这个就是清醒嘛，清醒的焦虑。哦，真的会有相反的那种人呗，就是他越搞得他那种魂不守舍的，然后痛苦啊，一会儿又快乐，他就越迷恋这种感觉。对，是的，而且这种人不少。那其实也蛮可怕的啊，也挺痛苦的，我觉得。我这里男学员基本上都是这样。明白，就是我能接受对方虐我的原因，是因为真的我底层是我知道他是非常在意我、非常爱我的，然后那你行为上你之间的我觉得我可以是忍受的，但是如果说心理上的那种距离和冷漠，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我能懂。你看嘛，你刚刚也说了，你就是能接受对方是因为心里有你，但是他在小作一下，对吧？这其实就是你要捕捉到对方的焦虑，你可能才有安全感。我觉得你们聊的这个话题对我来说还是有点深奥的。没事儿，你多谈几次你就知道了。你多受几次伤，你就明白你是哪种阶段的。对，就是通过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就是把这个人生受伤想象成是一种成长，然后相当于多读几个班，多毕几次业。那就是说我们受伤之后是一定会走向比如说成长，或者说更加的怎么样吗？不一定啊，有些人他接受不了这些创伤，他直接就被打趴下了。那种抑郁症的、双向情感障碍的、焦虑症的、PTSD 的多得很。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如何不被打趴下，这个能力怎么去养成呢？去塑造呢？其实我说实话，太难了。这个能力，我觉得，一个是时间吧，就只能是逼着自己慢慢走出来，然后可能，受了一次重大的挫折、重大的创伤之后，当你彻底走出来了之后，至少说你会有一点点经验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我能碰，什么样的感情我能碰，可能至少会有一点点经验。但你说真的认知方面会成长很多嘛？这个还是因人而异的。就你肯不肯去反思，你能不能就是带着这个伤痛就是去破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很长记性，他受过一次类似的伤害，他不会容许自己再受到相同的东西。对，这个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嘛。但是同样的这个方式是吗？得看，因为很多人很钻牛角尖，就是他会认为这个方式一定是错的，一定是怎么样，他很认死理，所以他其实会陷入到另外一个认知误区。对，但是很多人就是也能很灵活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认知上面可能会有一个突破。就是过度的悲观也不可以，就是我受过一次伤，我觉得人类都不可以，都不行，都是坏人，也不行。对，这个肯定是会出问题的。还好我没有处于那个过度悲观的，但是其实也是有点悲观就是感觉因为你接触人多了之后发现，其实就是人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包括自身肯定也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就觉得要减少自己的社交圈嘛，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只能说你减少了之后，就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觉得你的状态是不是 OK 的？对，就是会好一些，会好很多。会好很多的话，那至少说从就是现阶段来看是 OK 的，是没有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其实我就是有点恐惧于说交往太多的人啊朋友，然后会受到更多的伤害。这个确实无法避免。会有，其实会有一个很玄学的事情，就是还有5秒钟啊，尴尬。没事，时间过得好快，好吧。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
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